欢迎回到心流时刻。时序进入3月，最近的世界好像特别不平静。打开电视或手机，新闻里充满了战争的冲突、石油短缺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与民生物资狂涨。你是不是发现，现在不只是去加个油、买个便当，会因为发现钱变薄了而感到焦虑，甚至有时候，你明明只是想出门散个心、透透气，却还是觉得胸口闷闷的。那是因为你发现，无论是走在街上，还是点开社群媒体，周围的人好像都充满了火药味，大家都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口角。在这样混乱的集体磁场干扰下，你是不是也发现，连你自己都变得特别容易烦躁，容易动怒，好像随时都会失控？亲爱的，请先跟着我深呼吸，把手放在心上，温柔地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。你现在感受到的烦躁与易怒是非常正常的反应，因为战争与通膨的压力触发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最深的生存恐惧。当整个大环境的能量像一个快要爆炸的压力锅时，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场，很容易就会被这股集体的低频情绪给卷进去。坦白说，就连我自己最近也常常需要花更多的心力才能稳住自己的情绪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谈吸引力法则，也不谈如何赚更多钱，因为在乱世之中，照顾好自己的心，稳住自己的频率，才是所有丰盛与好运的地基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，一行禅师。他在那本无比温柔且充满力量的经典著作《你可以不生气》当中，给了我们现代人一副最棒的情绪处方笺。他将教导我们，当连自己都快要失控的时候，如何用一招最强大的情绪降温术，瞬间找回内在的平静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先理清一个极大的迷思。当我们生气、烦躁的时候，通常会采取2种极端。第一种极端是压抑，我们假装没事，把怒气吞进肚子里。但从能量学来看，压抑愤怒就像在潜意识里埋下一颗未爆弹，这股没有被释放的低频能量会转化成你身体的疾病，最后在某个完全不相干的小事上引发毁灭性的大爆炸。第二种极端则是发泄，我们以为去打个沙包，在网络上跟酸民对骂，心情就会好转，但一行禅师警告，这是个极度危险的错觉。心理学也证实，肆无忌惮的发泄其实是在大脑里反复练习生气的神经回路。你在心里不断重播惹你生气的画面，不但无法排解情绪，反而像在为火苗煽风点火，让负面能量更强大。那么既不能压抑，也不能发泄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一行禅师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念。他说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就像是你的内心有一栋房子着火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是会赶快拿水管去把火扑灭，还是跑去大街上死命地追打那个放火烧你房子的人？答案很明显，你一定会先救火。因为如果你跑去追那个放火的人，等你抓到他时，你的房子早就烧成灰烬了。这就是我们在生气时最常犯的致命错误。例如，你在路上突然被恶意逼车，或在网络上看到一句恶毒留言，这个瞬间，你的内心已经着火了。但我们通常不愿意转过身来照顾自己的火焰，反而死死盯着那个惹我们生气的人。我们在脑海里跟对方吵架，花了一整天在心里追打那个放火的人，却任由愤怒的火焰把我们今天本该拥有的快乐与平静全烧成灰烬。而那个逼你车的人，那个酸民根本毫不在乎，真正在受苦的只有你自己。所以当房子着火时，一行禅师给我们的解药非常温柔，也极度颠覆我们的认知。他告诉我们，把你的愤怒当作一个正在哭泣的婴儿。我们通常把愤怒当作必须消灭的怪物，但一行禅师说，愤怒不是外来的恶魔，它是你自己的一部分，是你内在那个受伤、感到恐惧的内在小孩。想象一下，当婴儿在房间里大声哭闹时，一个充满爱的母亲会怎么做？她不会对着婴儿大吼大叫，她会温柔地走过去，把婴儿轻轻抱在怀里。只要婴儿感受到母亲温暖的能量与无条件的接纳，他通常就会慢慢安静下来。你内在的正念与觉察就是这个温柔的母亲，而你的愤怒与烦躁就是那个哭泣的婴儿。此外，一行禅师还提醒了我们心灵饮食的观念。我们每天不仅用嘴巴吃东西，也用眼睛和意识在进食。如果你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看战争画面，看电视上的谩骂，看社群上贩卖焦虑的短片，你其实就是在吃下愤怒与恐惧的毒药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只是去散个步，也会觉得充满无名火，因为你的心灵消化不良了。若不想一直生气，就必须为心灵把关，切断那些会拉低你频率的资讯来源。所以
下一次当你打开新闻看到令人焦虑的物价，当你在路上遇到不讲理的人，当你觉得胸口那把无名火又要烧起来，连你自己都快失控的时候，请立刻在心里按下暂停键，停止去追打那个放火的人。现在，请你跟着我一起做这个情绪降温的练习。第一步，请你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从外在的事件身上拉回你的身体，感受一下你现在急促的呼吸，感受一下你紧绷的肩膀。第二步，开始进行正念呼吸，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：吸气，我知道愤怒在我体内升起了。呼气，我正在温柔地照顾我的愤怒。再做一次，吸气，我对我的愤怒微笑。呼气，我知道这股情绪只是短暂的停留，它终究会过去。你不需要去批判自己为什么又生气了，你只需要像那位温柔的母亲一样，用觉察之光把名为愤怒的婴儿抱在怀里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奇迹就会发生。当愤怒被看见，被温柔的拥抱时，它就不再是具有破坏力的怪物，它会在正念之光照耀下慢慢降温，最后转化为平静的高频能量。在这个物价飞涨、充满火药味的大环境里，外在的混乱我们暂时无法控制，但我们可以100%决定自己内在的频率。别人或许可以点燃你内心的火苗，但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往里面倒汽油。当你学会了这套情绪降温术，你就等于在乱世之中建构了一道最坚固的能量护城河。外在的磁场再怎么混乱，都无法轻易偷走你内在的平静。如果你最近也觉得很容易烦躁，我强烈推荐你去阅读一行禅师的《你可以不生气》这本经典名著。这是一本能帮你找回心灵自由的最佳情绪处方签。我已经把这本神书的专属链接放在影片的说明栏与留言区，推荐你把它带回家，当做你每晚睡前清理潜意识的灵魂降温包。现在，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这句肯定语，作为你今天重新对齐宇宙高频能量的最高宣告。我温柔地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，我在呼吸中找回当下的平静与力量。当你敲下键盘的瞬间，你的能量结界就已经启动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个最近很焦虑、很容易发脾气的朋友。也许这支影片就是他此刻最需要的温柔拥抱。订阅心流时刻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调频见。